Hello guys 啊，这是 Alex 加密日记的第192期，也是 MegaAce 创业日记的第4档，应该是第4期。然后我们上一次应该是找磊来聊过以后，后来就再也没有找回舒瑶了。然后今天我们这个把舒瑶又重新邀请回来，是因为最近呢 MegaAce 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事件，就是 Public Sale 嘛，然后也是超募了14亿美金啊，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金额。虽然我个人觉得可能是成功，但是丙兄自己觉得不要恭喜他太早，所以我就很想把他这个邀请回来，然后聊一聊说关于整个 Public Sale 背后的一些想法。包括现在整个 ICO 也是文艺复兴嘛，那怎么样做好一场 ICO，其实是一个每一个项目都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但这个视角也只有 founder 才有，所以其实去聊别人，去问别人也没有用。所以今天我们基本上是围绕这个问题来聊的。OK， 然后但是我想在问这些问题之前，听说 Vitalik 跟你们一起在土耳其待了很长的时间，为什么他会跑到土耳其跟 MegaAce 待在一起啊？就是我非常好奇他怎么看待 MegaAce 跟ETH 这个名字，他会觉得抽象吗？我其实很想当面问他这个问题。我昨天刚在 Twitter 上被人喷了，说我们借着 Vitalik 名字出去招摇撞骗，结果你今天就问了我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我就首先一点是 Vitalik， 你问我 Vitalik 觉得我们这个项目怎么样或者名字怎么样，我觉得他其实不是特别 care， 他自己有一个就是 roll up century 的一个 roadmap， 那当然越来越多的 roll up 存在，对以太坊是越好的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中立的这么一个态度。那么第二个来土耳其的原因呢，是我们在这边大家知道我们的 Mega Mafia 的这个加速器，我们在这边有一个项目在把土耳其当地的货币里拉放到这个做成稳定币放到 Mega 上面来，然后我们再跟这边的央行很多的这个民营的这个银行企业，还有当地最大的一个支付系统想把这个里拉放到链上。然后 Vitalik 应该是他现在在南美嘛 DevCon， 然后顺道过来跟我们在一起这个 hang out 了几天。但是我不能多说，我觉得我每次提到 Vitalik 我都要被喷，我没有想借他怎么样。你如果去 Mega 网站上，你也不会看到 Vitalik 的名字，我们没有在任何地方宣传过他。我其实也不觉得这个也没什么问题，因为确实 Mega 也是以太坊阵营的一员嘛，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其实刚才的问题是你有没有问过他，他会不会觉得 MegaEase 这个名字很抽象？这个名字对他来说，他觉得好吗？我觉得他觉得挺好玩的。如果你是吗？认识他的话，他是一个他自己也挺抽象的一个人。你看他自己的那个 meme， 比如说 ticker is is， 然后就有一个很抽象的牛，包括以太巨星也是我们这个两个人一起用 AI 模型，然后搞了一圈之后，他说以太巨星挺好的，然后我觉得也挺好我今天应该穿一下以太巨星的那个 shirt。他到底怎么看待Mega 跟以太坊主网的关系啊？其实我们私下是讨论过的嘛，就是觉得说以太坊是一个更好的，最早大家想做 World Computer 对吧？然后但是做着做着变成了 World Bank，就是变成了这个因为速度不够嘛，就变成了存钱，然后钱在里面生息的这么一个网络。一直 World Computer 这个东西就缺一个东西做，然后之前我记得磊是写了一个那个什么文章，然后我当时还翻成了中文版，然后是一个类似于是一个 World Computer 的东西，其实某种程度上补齐了以太坊另外一半。这个事儿我其实挺好奇的，我是自己在说，还是其实 Vitalik 也是有这个想法？我们最近其实跟以太坊基金会聊的比原来要多一点。我觉得MegaETH 和以太坊是极致互补，因为你作为一个 Layer One， 你其实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去中心化。你就是需要非常慢、非常安全、非常稳定的交互。那么，如果你极致去中心化的 Layer One 的话，其实你的 Layer Two 一定要极致的高性能才可以。如果你 Layer One 不去中心化，Layer Two 也不高性能，那你就是两边都不占。跟阿姨打个招呼。刚才那个网络不太好，所以我们这个切换了一个地方，然后结果他又来捣乱，来给他放下来。哎呀，开始正题之前，我们说还找个网络好一点的地方吧，所以这个刚换了一个地儿。那我们这个进入正题，我想问的今天的一些问题吧，都是关于 Public Sale 的。
我第一个问题是这样子的，就是说 Mega East 的这次公募其实从金额上来，绝对金额上来说还是很成功的，就是超募了有14亿美金嘛。我看基本上原来中文区都没有人聊，然后就是一直都聊得很少，但这一次非常非常多，然后什么各种群 DeFi 的 Farmer， 然后交易员的，然后反正所有的渠道都在聊这个问题，可能也是因为大家都觉得打了能赚钱，这个 FUD 的也有这个拍手叫好的。然后在这个整个募集过程中，我觉得其实金额离谱只是一方面，其实这个大家 lock 了一年，然后就是在那个因为总共就需要5000万美金，结果所有 lock 一年的金额已经这个翻倍了，好像是超过1亿美金了。我这个事情觉得其实挺抽象的，就是既然有这么多人愿意锁这么久，这是过往好像在 public sale 里面非常少见这样子的情况。即使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我看你也发了个推特说不要恭喜我太早其实我也有这部分的担忧，就是觉得大家都把这个钱花在一级市场，然后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当天 close 那个 public sale 的时候，其实二级市场是一直在跌的，就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我非常理解你发那个东西的这个想法。你要不分享一下你内心的在这件事情上的这个关于看法？因为我有很多人都在给你发恭喜，然后有很多人也都在转发恭喜，但是我内心是挺担心的。你怎么想这个事儿？我们当时在做 public sale 的时候，其实是很多个月之前。我们今年夏天其实就在 design 这个 public sale， 因为大家也知道 Mega 做了好几期的 sale， 然后这次我们来讲的话，其实最大的有2个问题我们试图去解决。第一个是 public sale， 我们这个 sale 的这个价钱定位在哪里？那很多人当时跟我们说你们可以定在10亿美金或20美金，还有人跟我们说定在30亿美金。但我当时就想说，我一个主网还没有上线的项目，我值20亿美金、30亿美金吗？我可能还真不太值啊。当然，我如果在投资人那边去融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能够融到的。但是如果要给广大民众去融的话，我觉得其实任何多过10亿美金的，大家是不会赚到钱的啊，短期来说，长期来说，我是不太确定的。所以我们第一个做的事情就是 OK， 把它做成一个什么样的估值，然后为了让这个估值感觉就是不是我们自己来定的，我们就做了一个 auction。因为其实很多人私下也会跟我说，哎呀，说 Mega 你们这个 Layer 2不就值5亿美金吗？5亿美金都多，3亿美金吧。所以我就觉得那就大家去公开的拍卖。看了1.5的，对，那可能几千万的也有哈，然后我就说你就来拍卖就好了嘛，你从100万美金，然后我一直给你拍卖到999 mil 然后我觉得不要过独角兽这个坎儿，对于广大的retail 来说是一个大家短期长期其实大概都能赚到钱，如果你觉得我们是一个长期主义的项目，所以这是第一点，选择了 auction， 然后这也是 Kobe 就是特意为我们定做的这么一个产品。那么第二个巨大的问题就是 OK， 那我们想要什么样的人进来？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那其实今年已经有很多 public sale， 那 Plasma 也是一个很好的建议。然后我们就发现，市场上是有钱的，但是钱是分不同类型的。那我怎么能够保证让首先确实喜欢 Mega 的第二觉得这团队可能还未来能做好多年的这样的人进来，所以我们才选择了就是1年锁。你刚才问我说我为什么这么焦虑，我特别焦虑的原因是因为我也不知道1年之后会发生什么，所以当有这个1亿美金、1亿5美金的人过来想要锁1年的时候，我觉得哇，大家真的是对我期望太厚重了，而且很多人私信跟我说就是无脑锁，就特别相信团队就是打满无脑锁这种的，所以我也是这个是我焦虑的由来，大家对我们团队其实还是比较信任的。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目前我们社区的成员，虽然我觉得 Mega 社区就比较小哈，我从来不觉得我们是一个以社区主导的项目。我们也有自己的社区成员，然后我们也跟社区成员说了，就你锁也可以，你不锁呢，你把你的
这个社交网络的账号和钱包连起来，你不锁的话，我们会给你一个财富效应的这么一个机会。所以比如说很多之前的同学帮我们做过社区的，帮我们就是开过线下活动的，虽然我们线下活动其实非常少，我们都跟他说你可以不锁，然后我们就一个一个去查。我觉得很多人喷我的地方就是，哎，你看我这号这么好，我这个撸了好几个你们的 NFT， 交互了这个交互了那个，我为什么还没有拿到？那其实这里面有2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说，哎，很多人可能也做了像你一样的在我们链上交易的活动，另外这些人还在社区贡献过，还去比如给我们写过一些比较技术的文章，另外这些人还锁了，那这样的人占的比重特别大。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不给他allocation 去给你的话，那其实就违背了我做 public sale 的初衷。我的初衷的第2点就是让那些相信 MegaETH 并相信我们长期可以做下事情的人，可以拿到他们应得的份额所以很多次给我私信来的老铁，我特别能理解你们，你们其实可能也关注了我们很久，然后也去在测试网上做过交易，可能还没有拿到份额。那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比你们做过还好的人，然后还给社区做过贡献的人，他们还大额的去锁了所以是这个原因。我这个地方其实挺好奇，问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你要想融的话，你也能从 VC 融到这个钱，甚至融的这个钱肯定比这个钱多。今天站在今天这个时间点，你再回头，比如说我们再倒回来1年以前就1年以前，你会选择融钱还是选择到今天去做一个 public sale？ 其实我非常关心、好奇，就是说心态这个问题有没有后悔？一点没后悔过。区块链的本质就是大众进来以低价格嘛。就是你会不会觉得就是这样子的做法会责任会更大一点，或者说就是道德包袱会更重一点？就假设你这个 token 价格跌了，对吧？这一次伤害的人可能会是相信你的人，锁了1年，大部分都是真的相信你的。那这样子会不会造成你心理压力过大的一个情况？就是就做这个举动，我觉得当然有好有坏，就是有好处就是大家确实真金白银掏了钱。过往这2年，我印象中应该没有任何一个项目是真金白银掏钱，然后没有 airdrop， 没有什么 farmer diff 什么测试网，大家都是掏着钱来锁，然后变成家人的，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子的东西了。我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成，但是我只觉得挺牛的。但是会不会你这个道德压力会特别大？哎，我从来没这么想过。哎，你既然这么一说，我好像你突然就给我压力了。我没这么想过。我觉得首先是，我觉得我可能是一个，因为我在中国出生长大，我觉得我有点特别喜欢困难，特别有点喜欢自虐。而且我发现有一点，就是创业路上，你任何觉得来钱快的地方，或者事情做得简单的地方，你最后都会被反噬。就是难的事情，你早做晚做都是要做的，所以一定要做正确的事情。我其实从来没有想过大家会给我压力，我只是觉得，让大家早点进来，对于我来说，比找一帮嘴撸或者手撸的人来我社区假装这地方还挺好玩，可能是一个长期比较有意义的事情吧。然后第2点就是，我确实不觉得 VC 能给我带来什么样的帮助。我不知道收听的这个投资人爸爸们，我对不住你，但是我在圈子待了8年了，我见过很多投资人。投资人在想给你钱的时候，你就是他的白月光拿到钱之后，他真的就去追他下一个白月光了。但是我觉得社区他可能他爱你爱得很狠，骂你骂得也很狠但是他的传播效应是裂变式的传播。我觉得这个对于一个去中心化区块链项目来说是非常基本的。在筛这个人的过程中，因为我看到 Namic 其实把那个 ICO Beast 的那个份额给取消了嘛，对吧？是这个事本来没事儿，然后这个发酵的，然后看很多人在发的这个事情，就是为什么要这么坚定的把这个东西给取消掉？因为在这个事情上，我个人其实保有一定的这个观点，就是我觉得如果都已经拿到了的话，其实已经是自由市场。就是说，如果我们这样子去限制它的话，这个出发的思考点是什么？就是说，为什么要把这一批我看好像有600-700万美金的一个份额重新收回来，重新分配？
对吧？确实是可以分配给可能过滤掉部分的 farmer， 但是这样子是不是违背了一定程度上自由主义的这个概念？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大家来公墓的时候是签过合约的，合约上面写，如果你有任何的意向去做他做的事情，我们都是有权利收回这个份额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其实我们在就是公开做这件事情上跟很多人聊过，大家以为是 Mega 的决定，其实一半是我们和我们一些投资人的决定，其实包括 Kobe 那边也是，就是我们整个去做 ICU 平台的事情，就是要找到对的人去支持一个项目。当一个人这么公开的去就是完全以怎么说呢，就是很纯洁的市场行为来做一个其实更类似于早期投资的这么一个行为来说，它是违背了我们做这件事情的初衷的，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说回到我一开始的目的，就是公平。我觉得把他的筹码拿回来是对我剩下的认认真真想帮我们长期建设的人最公平的一个做法。而且我觉得最后一点是我不是一个很怕被骂的人，因为我觉得这个点，我觉得确实跟其他不太一样。因为我看Nomic 也非常坚定的，就是一定要把这个东西给收回来。然后虽然大家会有一些 FUD，如果放在其他的，比如说 Pre-TGE 的项目的话，基本上这个时候大家就说，哎呦，那就不收回来，还出来道个歉。我看大家是非常坚定的，好像所有人也都非常坚定的把这个筹码一定收回来，收回来了以后，然后重新分配。好像看的也还挺仔细的，就是真的在看谁没把钱提走，然后一个一个去找。所有人都不怕骂，我觉得这个事儿还挺奇葩的。但是我觉得前提啊，这个还是有一个前提，就是不是建议别的这个项目效仿这件事情，因为，就多数情况下吧，你 Pre-TGE 的时候还是 social 的这个影响力还是很重要的。你如果给这个 listing 团队去聊的话，大家还是看这些事情。是因为 Mega 没有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想去 listing 的话，没有人会拒绝你，是因为这个前提下你才可以有去做这样子的事情，也没准是因为你就是做这样子的事情，所以导致你 listing 大家都没有这个什么阻碍。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相辅相成的，也可能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但是我真的不是很建议每一个项目都去效仿这件事情啊。哎，那这个地方正好我顺着这个问题再多问一个吧，就是说，那刚才我们有聊到说那个取消了这个600-700万美金的额度，最后这600-700万美金的额度分配给的人是什么画像呢？对，我最近私信已经被爆了，我们会回去重新看一下我们之前设计的 algo， 因为有些人是有出入的，比如说很多同学没有去连接他之前其他的钱包，或者没有去连接他的社交网络账号，所以我们就会弥补一下之前 algo 的一些错误。大家都说这一场这个 public sale 非常成功，然后整体大家的这个 vibe 也非常好。你会觉得就在这个 milestone 里面算不算一个 milestone？ 因为其实我感觉好像其实在 Mega East 这不算一个 milestone， 虽然大家很开心。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因为我不觉得它是一个 milestone。对，其实从我内心我也不觉得它是个 milestone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其实你走 A 就能实现，甚至实现的比它更好的事情，所以对它好像没有对产生应用啊，或者是产生什么东西产生实际的结果。唯一的结果可能就是hype 起来了，然后大家觉得讨论起来了啊。我觉得它的对于我做一个创始人的帮助，就是让我大概看到了市场上谁在跟我站队，或者谁不太 care， 或者谁是过来撸羊毛的。因为我之前原来有这些 persona 在我脑子里，我大概知道有用户的画像，但是我现在大概能够对号入座了，因为我看了很多的数据。就我们这14亿美金，大部分人他是谁，他链上做过什么操作，我自己心里是有数的。所以他对于项目来说不是一个 milestone， 但我觉得对于我一个创业者来说还可能算是一个了解币圈、了解社区一个比较大的 milestone。我想再加上一点，就是很多的人给了我很多的惊喜。当我们这个 algorithm 出来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有些人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但他们出来分数非常高，然后呢，给了我一个机会去认识他们。通常给了我一些感觉就是哇，这些人其实非常默默无闻，但是一直都在以行动来支持 Mega East，所以是一个学习，是一个挺大的一个学习的机会。
哎，这个地方我想多问一句，就是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的话，你会不会觉得你建议其他的 founder 以后也走向，比如说public sale 这条路？因为你其实能够更快的了解你真实的用户的画像嘛，这就跟你做电商卖一个货，然后或者说你要做一个产品，你要知道你用户是谁嘛。过往可能大家完全是推特 DM 私信，然后大家聊过就认识你，没聊过就不认识你，对吧？你链上一串地址，那你也不知道谁是谁。这样子的方式，由于你又绑了社交，又绑了这个，绑了那个，那可能你会更了解全方位的这个人。你会建议，如果你有其他的朋友在创业，你会建议他不拿 VC 的钱去 public sale 吗？我不建议你完全不拿 VC 的钱，因为尤其是早期的时候 ，VC 就干的活就是信仰投资啊。我觉得你需要一些institution 过来做早期的 backing， 或者给你指出一些你 roadmap 上的错误。但我觉得到了一定成熟的地方的时候，我非常建议大家去做 public sale。然后我觉得要非常的这个设计一定要非常小心。其实最近昨天应该是 Aztec 也开了他的 public sale。我没有参与哈，因为我创业之后我就不投资了。但是Aztec 的 founder 跟我也是挺好的朋友，然后他们的 public sale 其实很有意思，就是他们做了一系列关于隐私的东西放在 public sale 来讲，就是他的 public sale 其实带了他自己项目的一些特征啊。那我觉得其实 Mega 的 public sale 也带了一些 Mega 的特征，所以我非常建议大家去做 public sale， 然后把自己这个不管是团队啊还是产品的一些特征带到这个融资的行为过程当中。明白。我看他好像在 Polymarket 上也有一个池子。自从这个 Megace 之后，我感觉好像在 Polymarket 上面，开一个池子已经变成了一个营销手段了啊。好像 Megace 还是那个时候 Polymarket 上比较火的，在 Crypto 好像最大的池子，当时最大的池子，我记得大几千万还是快1个亿的美金过去，然后。我有朋友在 Polymarket 跟我讲说，他们 Polymarket 内部的人，用 Mega 就是 Mega is Sale 这个事情做了很多用户的增长，因为大家知道他们有很多 KOL 有 badge， 然后他们跟 KOL 说，赶紧大家去宣发 Mega is Public Sale 这事，我也不知道。对，这个还挺有意思的。过往这个Polymarket 上面不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流动性，然后再 bet 这个，我看好像自从 Mega 以后。就最近开始 public sale 的，好像都在 Polymarket 上或多或少，我不知道他们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反正或多或少都有一个池子。这个事儿还挺有意思的。对，没准就是发展到这个时间了吧。对，然后那我们接下来我还有一个请教你的问题，因为我们是有 lock 的嘛，就是整个 Megace 的这个public sale 是 lock 的，基本上你 unlock 的都是一些你已经认识的或是曾经贡献过的一些人，然后这些 lock 的人才是主力，然后给到他的这些份额的人。那你会觉得过往这些年吧，就是所谓的这个 public sale SEO 也好，就上来就解禁这个手法是对的吗？因为其实好像没什么人做 lock 这件事儿，但是呢，我仔细想过这个问题，就是说 pre IPO 的所有企业其实都是有禁售的，对吧？我曾经还投过一个 pre IPO， 我还开玩笑说这个锁1年，我说投完那 pre IPO 之后你也不知道啥时候 IPO， 然后说是明年 IPO， 结果已经3年了，就是你也不知道，然后上完了之后还要解禁，还有半年还是12个月，我忘了。就是正常来说 pre IPO 其实就是有一个锁定期的，在传统金融市场。那在 crypto 市场呢，过往是没有的，而且就是会有一些所谓的测试网的 free 这种 free token 给你。那我觉得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了，就是不再会有这个免费的筹码了，对吧？就咱俩应该是这个观点是一致的。那你会觉得 pre IPO 这个形式，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 ICO 也好 ，public sale 也好这个形式。你觉得 lock 这个东西是会变成标配吗？就长期来看。Good question。我记得2017年的时候，其实你打新也是有 lock 的，就是你会像 Echo 那种打新锁1年，然后比如说几年解锁。我记得当时打 Filecoin 的人应该都很开心，解锁之后就自由了好几轮。然后当然之后就是很多的这个撸空头的事情。我同意你说的，我觉得好的项目它会用 lock 这个机制来决定谁是他社区长期的人。另外，我觉得 lock 的长度或者是长度时长会更dynamic 一点
我记得，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其实当时比如说 Radium 从 Sam 那边融钱的时候，他自己 lock 了9年。所以我有时候经常想，我觉得币圈伟大的地方就是它灵活度很高，没准过了1年2年之后，有一个项目会出来说 ，OK， 如果你选择 lock 10年，我给你99%的 discount，那这时候你敢不敢做？所以我觉得它的随着维度的变化和灵活性的增高，会有越来越多的创业者可能比我的想法更奇葩。可能我问的还不够尖锐，我问的问题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很想知道你作为一个 founder 的心态是，你觉得空投这件事错了吗？就是说，因为我看到FUD 也好，什么也好，就是这个很多里面就说，哎呀 ，MegaEase 没有社区份额，这个是被FUD最多的一个点嘛。就是社区份额看怎么定义。如果说社区份额定义的是免费的测试网 token， 确实没有。从我内心，我压根就觉得这件事是错的。就是可能过往2年、3年，就是所谓的 airdrop， 从 Arbitrum 开始，就是这一系列的这么持续了几年的这个空投，我觉得压根就是错的。你可以让大众参与，也可以让大众用低价的方式参与，让他们更早进来变成你的 stakeholder， 但是不认为过往2-3年的方式可能压根就是错的，这是我个人就是鲜明的观点。我很好奇你的观点是什么？你认为这个事是对的、错的，还是说其实你是中立的？只是因为 Mega 想选择长期，所以没办法，只能用 Lock 来筛选，否则全是 Farmer。首先，我内心觉得它是错的，但是 OK 我能理解之前创业者为什么做这件事情，是因为美国 SEC 给了创业者很大的压力。如果要证明你这个产品协议是去中心化的，你必须要有很多人拥有这个 token。那个时候呢，对于ICO 这件事情又非常的不明朗，所以大家其实只能选择发空投这个方式。所以我虽然不同意，但是我很能理解，毕竟没有人想进去，对吧？那么第二点，对于我来说，就是到了2024年、2025年，就是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件事情是非常明显的。你让每个人过来，他的筹码都是要有一定的价格的，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很多人说我们社区没有，就大家没有利好，这就很错误啊！就是大家可以去看我们 lock 的这些份额，还有大家拿到的这个额度，其实我觉得可能比撸空头要香很多。我觉得刚才你说这个事儿给我还有一个挺好的一个启发，就是原来我一直在思考，就是说撸空头赚的到底是谁的钱？我原来一直觉得撸空头赚的是 VC 的钱，就是跟传统消费品的时候做投放赚的其实也是 VC 的钱，然后 VC 投完了以后，这个企业需要 marketing， 然后就被迫要把这个钱花出去，哪怕不赚钱，我亏一点，我要把这个跑增长嘛，我也要花出去。你刚才的那个观点里面是觉得这中间本质上是监管问题，就是监管套利的问题，是因为由于SEC 有的这个需求，所以导致了就是所谓的 crypto 这个公司也好，企业也好，组织这个要去 TGE 的时候，你必须要证明自己是去中心化，所以你必须要发出去部分的 token， 就演变成了一个空头行业。那么今天可能 Trump 上来以后，把这些法案都签完了，然后大家也 ICO 也合规了，对吧？那个包括 Echo 都被 Coinbase 收了 ，Coinbase 甚至在自己的里面都开始做 Launchpad。那这个行业从这一点，从监管角度上来说，那其实撸空头就已经死了嘛，那就监管套利已经没有了。这个事情是我刚才听你这个话的时候，我突然想到的，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可以分享一下。其实就顺着刚才说的这个监管问题，你有没有觉得最近的 buyback 也变得越来越多了？这个 buyback 其实也是传统这个权益市场、股票市场才有的这么一个玩意儿。然后过往大家都是 governance token， 然后其实就是命币，现在基本上越做越像证券了，就可能因为不违法了，对吧？越做越像证券，然后大家都在看你的 buyback。对，我记得忘记是谁说过一句话，说这个公司最后的买家只有一个人，就是公司自己。如果你自己不买的话，就你自己不产生利润，自己不买的话，那些公司最后就是一定会，对吧？变成零。在 buyback 这个事情上，你怎么看这件事？就是说，你觉得 MegaEase 也是要走一条 buyback 的路子吗？我觉得刚刚那句话应该是你自己说的，因为我第一次听到是你跟我讲的。不，这句话是我在一个书里看到的，但是我忘记是谁，是在哪儿，但是有一个人说过一句这个话啊。OK，
呀，我第一次我印象听到是你跟我讲，我还觉得，我觉得是这个样子。所有的公司都在面临两个 challenge，一个是要有 revenue，第二个就是要有增长。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公司有 revenue 没有增长的，其实股价也很低，或者只有增长没有 revenue 的，可能就高一阵子，然后就会跌落神坛。对于 Mega 来讲，我觉得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我们一定要有 revenue， 然后在这个 revenue 用在哪里，其实是到底是你用在 buyback 还是用在增长，这个是问题的核心。问题的核心其实不是我有没有在 buyback， 而是当我有了利润之后，我用在哪里的地方。那今天我记得我早上刷推特的时候看到是 Magic Eden 还是 Jupiter 他们也 buyback， 但是对币价其实是没有影响的。Magic Eden， 对对对，我觉得其实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你只在 buyback 的时候，但是你看不到这个产品的增长在哪里，其实是毫无意义的。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创业者，当你有了 revenue 之后，你的这个 buyback 和对应着这个增长的故事要一起讲才行否则的话，如果你只有 buyback 没有增长，那你的这个社区的人或 token holder 一定就卖给你了嘛，然后大家就可以退出了，然后再去找下一个项目了。对，所以我觉得只有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很明显的事情，就是你可以比如说从 VC 那边融资，quote unquote 你也可以去 buyback 嘛，你 wash trading 或 buyback 你都可以，但对币价是完全没有影响的。对，所以我就觉得 buyback 作为一个独立的一个metric 来看，是对这个生态是不是100%的这个 positive。我再举个例子，其实像 Hyperliquid 也在 buyback， 但是大家 buyback 真的是只是 Hyperliquid 的 revenue 吗？也不是啊 ，Hyperliquid 上有 unit 有 trade XYZ， 它一直有在做自己的增长，所以就是我觉得一个好的项目，它的故事一定要很丰满。然后当大家比如说你可以发的一面的时候，你有另外一个 dimension 可以让他过来去把这个故事再增强所以我觉得创业好难啊。现在整个 token 的市场里面能挑出来符合你这个标准的，我刚刚你边说我边在想，可能2只手就够了，甚至都能念出来是哪个，我就不念了。反正对对对，我也这么想的。你刚边说，我就在边数，就这个 A B C D E F G 就这几个。对，希望 Mega 也是最后会变成其中一个吧这个我们回到刚才这个 public sale 这个话题，就是这么多人都 lock 了1年，我其实挺好奇的，你会有一些措施防止他们这个给他兜个底吗？或者说是防止他们亏钱？因为我知道你得思考，你肯定是思考过这个问题的，但是我不知道你方不方便透露一点，就是给中文区的或者观众。这个问题如果我今天有答案的话，那说明我这个 public sale 没有做好either 价钱定错了或者人选错了所以我没有一个非常成熟的解决方案。我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思考方式。首先我觉得一个链真正能够做好的话，它其实需要的是一个 Lindy effect， 是1年之后还是2年之后，其实最后说到底就是你链上到底有什么样的资产，然后你的资产的额度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们在未来3个月、6个月到1年，所有不管是产品方向还是 go to market 方向，都在这个方向去做。我觉得这也是唯一一个可以让我们 protocol 即使是有 revenue 或者有增长，然后就像刚才上一个 topic 来讲，然后这样大家解锁1年之后不会亏钱的唯一方式。当然我觉得也有其他的捷径比如说你从其他地方融钱把大家买出来，但我觉得这个对于 protocol 长期来讲我不太确定是有利还是有弊然后最后一点就是解锁的时候其实跟市场氛围是非常有关系的。我觉得大家很多就是无脑锁的人大概也知道明年的行情非常不确定但是大家还可能会愿意去锁，可能是看到了在明年行情不确定的情况下，后年行情大后年行情好的时候，他们也是出来的时候be very wholesome。在这个点上，我其实我收到过很多不一样的声音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锁呢？说是因为我们这个 MegaETH 的这个盘前的价格很好说这个跟 Monet 的这个非常接近，然后说在 Hyperliquid 上面有个好几倍的利润，如果你打到的话说这个是吊着胡萝卜的这个赶驴哎呀，对，关于这件事儿，就是我们是你个兔子，如何评价？对，
对吊着胡萝卜赶兔子吧就是你如何评价这件事情我其实这个问题还挺直接的我也可以回答的很直接，就是 Hyperliquid 上 Mega 的时候，我从厕所出来，然后看了一下手机，然后就是 Hyperliquid 上了 Mega 的盘前，我不知所措。对，因为我没有说，因为盘前这个东西真的是有利有弊，然后大家也知道交易量很少，这完全是你无法控制的东西。但是我被强行上了，还有其他交易所的大佬过来问我说你怎么上 Hyperliquid 不上我？我心想我有能力决定这事儿吗？But anyway 上就上了，然后上了之后的表现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因为 Mega 是一个我觉得很奇葩的项目，就是我们投资人投的时候都觉得我操这是下一个 Solana。社区看的时候，这不就是下一个 Layer 2嘛？那么多 Layer 2都死的都差不多了，所以非常的两极化。那到底盘前取决于什么地方，我自己完全不知道。所以当我们做 sale 的时候，大家看到盘前说，哎呀，这4-5倍直接打。当然，这么想的人基本上也都没有 lock，基本上可能也没有达到筹码。所以呢，他们过来喷我呢，我基本上也是不太介意的。但是真正选择 lock 的人，他可能看到盘前就说 OK， 这东西可能稳一点就或者我要是1年之后解锁亏，我可能没亏那么多，给大家一些心理安慰。但从我的角度来讲，就是选择不锁就过来想赚快钱的人，你其实得到的结果也还是一样的，而且我脸皮比较厚。对，其实在就是 Hyperliquid 上的盘前，其实无论是 Monad， 我非常客观的说一句，其实无论是 Monad 还是 Mega， 应该是都没有参与的。就参与的话，不可能是那个交易量，但是大部分人好像反正说了也不会信。在这件事情上，感觉大家好像都是说，哎呀，这个大家要把这个价格抬上去，然后这个然后诱骗大家来去打一个 public sale。我特好奇，就这样说的同学，他有没有算过，就把这个钱维持在什么高度就是需要多少钱？对，这个就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说大家好像从来没有算过说，如果你要去维持一个价格，你强行去维持一个价格的话，你是要每天都要掏出去钱的。因为所有人的假设是这样子，所有人的假设是说你可以融到5000万，然后我花掉1000万去维持价格，那我的 ROI 就是5。但是呢，他没有意识到的问题是，你可能能在比如说一级市场，你就能融1亿美金或者1亿多美金，然后我现在选择来融5000万的时候，对你是没有压力的。但是就是大部分人是不了解这件事情的。我觉得这个我是可以理解了，就是说如果我对 Mega 没有那么深入的了解的话，就是说你随便给我看一个项目。那可能我也会怀疑说他是不是在故意做一个盘前，用一个很低的价格，然后去换一个很高的 ROI 去融一笔钱，就在盘前做退出。这个不怪谁，你知道吗？我也不怪他们，我也不怪任何一个就是用这个言论来发的人。我为什么不怪？是因为今天的市场真的99%吧，就是一个 PVP 的，然后非常恶劣的一个市场，流动性也很差，所以大家好像都是在。你掏我跟我掏你，就是已经没有人相信大家想去玩一个 PVE 游戏了，就是说这个大家都已经是在玩 PVP 游戏了。那如果是 PVP 游戏的话，就是说那本质上只有你买的东西就是庄嘛，庄跟这就变成了百家乐了，就庄跟闲，就是你输的就是我赢的，我赢的就是你输的。大家已经不相信说外面有这个新的钱进来，新的用户进来了。但是我是觉得吧，就是反正起码我觉得 at least 我自己是内心是没有放弃说还是有 PVE 游戏的。就只是说这个 PVE 游戏在哪里？对，我也不瞒你说，就是昨天还有一个也喷了 Mega 的一个哥们儿，然后我们还聊过，还就是线下还见了一下，就是他跟我说，我跟他说我是真信了高性能链这个叙事，我说你看 Sonic 我也亏了很多钱但是我依然认为中间一定要有一个人起来，我不知道是谁，我觉得有可能是 Mega East。所以我唯一能做的方式就是都买就是如果说信错了这件事情，对吧？那是你判断失误了，就是说你在这件事情上整体的这个 thesis 就错了。但如果你不相信这个事情的话，那等于行业里面没有 PVE 了就是变成了一个大家都 PVP。所以我其实不会觉得这个FUD就是让人很生气或者看着怎么样。我自己非常非常理解，因为环境真的很糟糕。
就是我甚至一直在想，到底是谁在这个行业里面能重新让这些 crypto 的从业者，或者说票友，或者说 pro 用户，能够相信还有一场 PVE。我觉得 PVP 赚不了大钱呐、我去撸大家几千万，做个盘前撸大家几千万，我没必要啊。我辛辛苦苦搞了一个40人的团队，在做一条高性能区块链，就大家都不睡觉，已经很久没有睡过觉了。然后我一个人跑到土耳其这个地方来，吃也吃不好，都没有好吃的东西，我至于吗？我 PVP 赚钱，对，我觉得昨天吃中餐了吗？昨天对大家不知道，昨天晚上我给我们同事点中餐，然后他们只有微信支付，我平常不用微信，没有钱，大半夜问 Alexa 打了1000块钱过来，搞笑。以为你被黑了，我的。啊，因为我被黑了是吧？哎呀，对，就我至于吗？我为了那么点 PVP 的小钱过来，我之前在 consensus 待着，我不想嘛，我投资，我炒币什么的。所以我觉得 PVE 这个东西是大家就是抛开道德感或者就人的自我实现哈，PVE 是唯一一个你可以赚到钱，而且你可以带领团队，可以带领社区赚到大钱的方式。你把这个想明白之后，你做的事情一定是一个长期，一定是正确的事情，而且你可以在公开的时候，别人堵你的时候，你非常这个腰板挺直的站起来说，哎，这事儿我做的就是对的。行，你这回答倒是我没想到，对，现在环境确实这个 PVE 让大家相信只有这件事情实现了啊，这个我非常理解啊，因为现在的流动性环境真的很差。以上反正关于所有这个 public sale 的问题，我其实也都已经问完了。我额外问一个问题吧，就是你既然都说在土耳其，我很好奇，在土耳其我听说是有一个没有公布的一个挺好的项目啊，你有兴趣介绍一下吗？还是我介绍一下吧。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 Mega Mafia 黑手党加速器，我们应该找一期时间过来讲讲我都踩过的坑，我踩了很多的坑，但是这个好玩一点这更好玩，对，但是还是一腔热血的，你知道还信仰的原因是，你还这个事儿还是放到这个最差的时候 ，TGE 假设这个熊市来了，然后所有人挨骂的时候，你在卖惨，就是。好的，我这段我会给你剪进去。好，行。对，土耳其这个项目是就我们这个 Mega Mafia 这个加速器，其实就又回到这个 PVE 的事情，就很多人可能也想 PVE，但我觉得他可能没想明白怎么 PVE 去具体落到实践的地方。我们是怎么想？你看，大家有这么多赛道 ，AI 稳定币。上链游戏各种东西，有几个赛道是既适合 Mega 又很符合我们团队个性的。那如果我们去看稳定币这个赛道，其实我们做了2件事情，一个是做了自己的这个 protocol 内部的稳定币 USDM， 对，去这个 subsidize gas fee。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就发现美元稳定币或者美元上链这个事情，这故事都被讲烂了。Ondo 已经讲了一期了，其实啥事儿都没有。Plasma 也在里面讲过美元稳定币，但是没有人去讲这个新兴国家的稳定币。然后我们 Mega Mafia 有一个项目的这个创业者他跟我在2021年一起 DeFi Summer 时候一起在读狗，我们认识很多年，那个时候他们都在 NYU 读书，然后还一起做很多道的事情，但是后来你知道。道这个东西就没了，道理好像负面了，道理就没了，对，负面吧，负面了，对。然后，但他就是还对币圈非常信仰，就大家都知道，我们 Mega Mafia 的人就是无脑信仰币圈的这个统治世界的这个原则还在，所以他一直都在币圈内部创业，然后他就在做 tokenization 的事情。他是土耳其人，他父亲是土耳其最大支付网络的创业者。他们家跟这个银行或者当地的这个就是传统金融是非常深刻的绑定的。然后我们当然这么多年的好朋友，然后他跟我说，他说这个姐，我就一直在创业，想做这 tokenization 这个事情。然后最近我们想做这个里拉的稳定币，但里拉稳定币有一点就是你把它这个东西上了稳定币之后 ，so what？ 你看土耳其人都在用 Tether。他为什么要有一个里拉稳定币
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大的这个脑洞开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个里拉稳定币，但是它上到链上之后，做的一个 DeFi 的一个举动是一个 carry trade。carry trade 中文我不知道怎么讲，但是 carry trade 这个东西是一个500 billion 的一个传统的这个机构就有的，就索罗斯，是 Soros， 索罗斯George Soros， 乔治索罗斯，他其实最出名的一个 trade， 除了他把这个英镑short 到了0之外，他很多年都是在做这个土耳其里拉的 carry trade。这个团队在做一件什么事情？把这些 carry trade 原来只有基金和索罗斯这样的人才能够 access 的东西，把它放到了 Mega 这条链上，然后通过一个里拉的稳定。这个事情做起来非常困难。也是为什么我在这边的原因，就是你需要有当地银行的支持你需要有金主爸爸，你还需要有政客爸爸，然后你还需要懂 DeFi， 所以我们找了一个 Mega Mafia 的一个团队，就是他们等于每个都占了，然后跟我们关系也很好，所以我们每天都可以在一起 co-work， 然后对他们最近也在融资嘛，就是 term sheet 已经拿到了，我们会有好消息公布给大家。我很好奇这个地方，我插一句我个人的好奇的问题是因为2-3年前我就在 Binance 的那个 Fiat 的那个板块里边，其实最大的交易对就是 TRY， 就是土耳其里拉，然后它每年都贬值嘛，其实是可以套利的。但是呢，我的问题是在于，我印象中好像我还查过土耳其的政策，然后土耳其好像是说你把土耳其的那个里拉存在银行会给你一个很高的利率，或者保本让你不亏钱，但是必须，但它的美金是没有那么充足的。我问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团队在土耳其存的里拉是可以自由换成 USDM 的话，是不是代表着它可以无限换美金啊？这个跟当地政策是有关系的，具体是什么我不太清楚，但不会是无限。明白。无限的话会有很大的问题，这个国家就有问题了。所以我才问这个问题。OK，因为我看这个项目挺受欢迎的，好多这个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说这个目前来说还挺火的，在一级市场有机会吧？这个上线之后，大家去看一看这个项目叫 Breaks 啊。Breaks。多的我也不能说了。然后今天关于所有的这个 public sale 的问题，我们也都问完了。然后聊了一下，复盘了一下吧，算是 public sale 以后的这个需要自己的一些观点，包括也代表 Mega Mafia 代表这个 Mega East 的这个观点。我们可能再过一阵子，就是 TGE 之后吧，可能有机会的话复盘一下整个 TGE 啊，或者是你这个假设这个就没有翻车啊，我们就来复盘一下这个 TGE 的问题和主网的问题。整个 Mega East 的主网也快了啊，时间反正待定，但是应该是时间也不久了，所以大家有这个时间机会的话，就是可以在主网之后去看一看。现在这个 Private Mainnet， 我的建议就大家不要去看了。测试网呢，我看也有人在说，特别是撸空投的一些工作室有在喷，就说这个测试网的 RPC 巴拉巴拉有问题。我其实这个地方有必要说一句，就是因为是真没有空投，所以在测试网的时候是真测试，是没有让这个大家来搞这些测试网交互的，就是所以它 RPC 有问题很正常，因为它不需要这个对任何人负责，所以所有人的人手都在去做主网啊。现在我们就希望主网不要崩，对这个我觉得是重点。好吧，那其他的我们今天就都聊完了，然后也很高兴今天占用了需要最近的时间，他也最近很忙，然后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呢，你也可以 DM 他，可以 DM 我，然后在下面留言。喜欢我们的内容的话呢，希望点赞、收藏、评论，一键3连。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拜拜。